剪刀门加软顶敞篷，你见过吗？中国第一台敞篷电跑 MG Cyberster。 外观方面呢，它采用的是一个欧式跑车比例啊，它的车身高度只有1329毫米。当然，这对于一台电车来说啊是非常难的。另外呢，你从前脸上来看啊，它并不像是一台电动车，因为看起来特别的有激情，很战斗。而且下面呢，这个主动进气格栅也带来了更好的空气动力学。从车侧来看呢，它的整体姿态是非常的低趴的，而且啊，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收腰的动作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性感。 重点是往下看 ，Brembo 4活塞卡钳，我相信啊，性能控们会特别高兴，因为又省了一笔改装费，是不是？从侧后来看，包括它的这个正后方的设计啊，都是沿用了英伦欧式设计。这个小鸭尾呢，也是非常的俏皮，同时带来了更好的空气动力学。至于它的这两个尾灯呢，很多朋友吐槽说很像两个箭头，是不是？ 确实，当它点亮之后是非常像两个向外展开的箭头的，但它的设计元素呢，其实是源于米字旗。另外，当你把它点亮之后，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。这个剪刀门啊，我相信没人不爱，但同时呢，大家也会担心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一个不便性。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 另外呢，我觉得多大的全景天窗都无法带来敞篷这么好的视野。可能有的朋友说，哎呀，像生活在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呢，天气经常会不好，你其实开棚的机会很小的，除非你生活在海南呀，或者是像云南这样的地方。我觉得不对，就算是只有1秒钟的好天气，我也不愿意错过，一定要及时行乐。而且打开棚之后，你这么漂亮的内饰就可以让身边的路人呀，或者其他的车辆一览无余了，是不是感觉特别帅？ 在内饰设计方面呢，它采用了一个像赛车一样的这种环抱式座舱啊，包括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非常的战斗的，对吧？前面的这个3连屏呢是获得了 CyberOS 大奖的。那这3块屏呢，两边的信息啊，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方向盘它原本是有一个半幅方向盘的，但是因为法规的原因，所以导致它现在用的是这样一个 MG 全新的平底运动方向盘，上面保留了很多的物理按键，操作起来是没有什么学习成本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会挡住这2块屏的一些信息。不过还好，我们驾驶的时候基本上是只看前面的这块屏的，这两边呢都是不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。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它是平底的设计，那么当我倒车的时候，或者是去掉头的时候啊，它这个位置呢会挡住中间的这块屏，尤其是在我倒车的时候，它就会挡住我的倒车影像。我觉得这里可以再去提升一下。这个运动中控屏呢，我个人使用起来还是非常习惯的。虽然这块屏很小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所有我们会用到的功能都会很清晰的呈现在这里，包括风量的调节啊，等等，温度啊，吹这个前风挡这些按键，它都是触控的，但是呢是有回弹力度的啊，你不会误触控。另外往下看这个地方呢，确实是有一些学习成本的，它的这个挡把是要按钮式的，然后包括它的倒车档和前进档是需要往后来拨动的啊。左右两边呢是
就是它的这个剪刀门的开启和关闭，中间就是刚才那个软顶敞篷的开启和关闭了。另外啊，往这里看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它的这个杯架呢，摁下去就是2个杯架。如果我不需要装水的话呢，把它抬起来，可以保持内饰的一个平整度啊，非常的统一。往门饰板这里看呢，座椅的调节和座椅记忆都在这里。然后往下看，还有一个隐藏的墨镜盒，左右都有的。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它的这个 Y 字形的运动座椅啊，这个包裹性、承载性是非常好的，而且采用了 Alcantara 的材质，用料还是非常实在的。OK， 接下来咱们就把它开起来吧。我相信呢，很多人在年轻的